2024年2月24日，在波克夏市值创下历史新高之际，巴菲特1年1度的致股东信正式发布。这是巴菲特在失去商业灵魂伴侣查理·蒙格之后写的第一封股东信。在信中，我们可以处处看到巴菲特对查理·蒙格的致敬和缅怀。信件的最开头，巴菲特用整整1页篇幅致敬蒙格，称蒙格是波克夏、海瑟薇的建筑师，自己则是总承包商，形容他和蒙格的关系义兄义父。此外，信中还提到了巴菲特妹妹伯蒂的投资故事、波克夏生生不息的秘诀，以及外界关注的波克夏未来接班人的问题等等。以下是名言语录频道为您精心译制的致股东信全文。查理·蒙格，波克夏、海瑟薇公司的建筑师。查理·蒙格于2023年11月28日去世，距离他100岁生日仅差33天。虽然在奥马哈出生和长大，但他一生中80%的时间都居住在其他地方。因此，直到1959年他35岁时，我才第一次见到他。1962年，他决定从事资金管理工作。3年后，他告诉我，没错，我购买波克夏的控制权是一个愚蠢的决定。但是，他向我保证，既然我已经做出了决定，他会告诉我如何纠正我的错误。在我接下来要说的话中，请记住，查理和他的家人没有1分钱投资于我当时管理的小型有限合伙投资企业，并且我是用有限合伙公司的钱去买下波克夏的。此外，我和查理当时都不觉得查理有一天会买入任何一股波克夏的股票。尽管如此，查理在1965年及时地建议我，华伦，不要再收购像波克夏这样的公司了。但既然现在你控制了波克夏，那么就在此基础上以合理的价格购买优秀的企业，别再以优秀的价格购买合理的企业了。换句话说，放弃你从你的英雄班杰明·葛拉汉那里学到的一切。它是有效的，但只有在小规模的实践中有效。多次犹豫后，我后来听从了他的建议。许多年后，查理成为我经营波克夏的合伙人。当我的旧习惯浮出水面时，他每次都让我恢复了理智。直到他去世，他继续担任这个角色。我们和那些早期与我们一起投资的人，最终获得了比我和查理梦寐以求的还要好得多的成就。实际上，查理是现在波克夏的建筑师，而我则充当总承包商，按照他的愿景进行每日的施工。作为缔造者，查理从未揽功，而是让我接受致敬和赞誉。在某种程度上，他和我的关系既是兄长，又像是慈爱的父亲。即使当他知道他才是对的，他也把控制权交给我。即使当我犯下愚蠢的错误时，他也从不在我耳边提醒我所犯下的错误。在现实世界中，伟大的建筑总是与他们的建筑师联系在一起，而那些浇筑混凝土或安装窗户的人很快就被遗忘了。波克夏已经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虽然我长期负责施工队，但查理应该永远被认为是建筑师。以下是致股东信正文。致波克夏、海瑟薇公司的诸位股东。波克夏拥有超过300万的股东账户。我负责每年写一封信，对这个多样化且不断变化的股东群体很有用。他们中的许多人希望更多地了解他们的投资。查理·蒙格是我管理波克夏的合伙人，几十年来，他同样看待这一义务，并希望我今年能以定期的方式与你们沟通。他和我在对波克夏股东的责任上是一致的。作家们发现，描绘读者们的画像会对他们的写作很有帮助。通常他们会希望吸引到大量的读者群体。在波克夏，我们的目标则是有限的，将储蓄托付给波克夏，且不存在任何转卖期望的投资者。在态度上类似于那些为了购买农场或出租物业而储蓄的人，而不是那些喜欢用多余的资金购买彩票或热门股票的人。
多年来，波克夏吸引了大量的此类终身股东及其继承人。我们珍视他们的存在，并相信他们有权每年听到好消息和坏消息，这些消息直接来自他们的 CEO， 而不是来自一个永远只提供乐观主义和甜言蜜语的投资关系经理或沟通顾问。在设想波克夏所期望找到的目标股东这个问题上，我很幸运地拥有一个完美的心智模型，我的妹妹伯蒂。让我来介绍一下她。首先，伯蒂很聪明，很睿智，喜欢挑战我的想法。然而，我们从未有过争吵，也从来没有因意见不合而关系破裂。我们永远不会。此外，伯蒂和他的3个女儿都将很大一部分积蓄投资于波克夏的股票，他们的持有期长达几十年，而每一年伯蒂都会阅读我要说的这些话。我的工作就是提前估计他会问些什么问题，并给出诚实的答案。和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伯蒂理解很多会计术语，但他的会计知识还不至于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他关注商业新闻，每天阅读4份报纸，但他也并不认为自己是经济学专家。他很理智，非常理智，他本能地知道应该永远忽略那些所谓的权威人士。毕竟，如果他自己能准确地预测出明天的赢家，他会将自己宝贵的见解无偿地分享给自己的邻居吗？这样一来，与他竞价购买的人就多了。这就如同去寻宝，但把标明金字位置的藏宝图递给邻居一般。伯蒂了解激励机制的力量，无论好坏，人性的弱点，他也从人们的行为中捕捉到他们真实意图的蛛丝马迹。简而言之，他不比任何人傻。那么，今年伯蒂会对什么感兴趣呢？1. 经营业绩、事实和虚构。让我们从数字开始。官方年度报告从 K1 页开始，长达124页。它包含了大量的信息，有些重要，有些微不足道。在这些披露的信息中，许多股东以及财经记者将关注 K72 页。在这一页上，他们会找到众所周知的底线，标有净利润、亏损。这些数字显示，2021年为900亿美元，2022年为亏损230亿美元，2023年为960亿美元。如此剧烈的盈利波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你问专业人士，他会告诉你，这些盈利数字是按照清晰且可靠的金融会计准则委员会颁布的规则计算出来的，由一个尽职尽责的证券交易委员会授权发布，并由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世界级专业人士进行审计。在 K67 页，德勤还清晰地注明，我们认为财务报表在所有重要方面都公允地反映了截至2023年12月31日过去3年公司每一年的财务状况及其经营结果。经过这一系列的认证之后，这个净利润数字便很快通过互联网和媒体传遍了世界各地。各方都认为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并且从法律上来说，他们确实完成了。但是，我们仍然对此感到不安。在波克夏，我们的观点是，利润应该是符合逻辑的概念。伯蒂在评估一家企业时会发现它有点用处，但也只是一个起点。因此，波克夏同样向你们报告经营性利润。而经营性利润所讲述的故事是这样的：2021年为276亿美元，2022年为309亿美元，2023年374亿美元。强制性公布的数字即净利润，与波克夏倾向于公布的数字即经营性利润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经营性利润不包括未实现的资本利得，而这些未实现的资本利得有时每天的波动都可能超过50亿美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2018年强制性金融会计准则改进之前，我们倾向的使用的方法就是当时的会计准则。几个世纪之前，伽利略的经历本应告诉我们，不要去招惹高高在上的人所制定的规则。但是
在波克夏，我们可以估值。资本利得本身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我预计资本利得将是波克夏未来几十年价值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然，我们为什么还要把你们和伯蒂的巨额资金用于流通股投资？就像是我整个投资生涯中始终将自己的个人资金投入其中一样。自从1942年3月11日我第一次购买股票开始，我不记得有任何一段时期，我不是将自己的大部分净资产投资于股票，且是美国股票的。在命运齿轮开始转动的1942年的这天，道琼斯指数跌破了100点，而我扣响了扳机。我所买的股票城市服务公司在学校放假时很快下跌了5美元，但不久之后情况就发生了逆转，现在道琼斯指数徘徊在38000点左右。对于投资者来说，美国一直是个了不起的国家，他们需要做的就是静静地坐等，谁的话都不要听。但是根据净利润去判断波克夏的投资价值是非常愚蠢的，因为净利润数字包含了股票市场每天甚至是年度的反复无常的变化。正如班杰明·葛拉汉教导我的，短期来看，市场就像是一台投票机，长期来看，它是一台称重器。2. 我们所做的。我们在波克夏的目标很简单，我们希望享有良好、基本和持久经济效益的企业，要么全部拥有，要么持有一部分股份。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一些企业将会长期蓬勃发展，而另一些则会被证明是无底洞。要预测哪些企业会成为赢家，哪些会成为输家，比你想象的要困难得多。那些声称他们知道答案的人，通常要么是自欺欺人，要么是江湖郎中。在波克夏，我们特别青睐那些未来能够以高回报率投入额外资本的稀有企业。拥有一家这样的公司，然后静静地坐着，几乎可以创造无法估量的财富。甚至这样的持有者的继承人也有时可以过上终身的悠闲生活。我们也希望这些受青睐的企业由能干和值得信赖的管理者运营，尽管这是一个更难做出的判断。波克夏公司也曾有过令人失望的经历。1863年，美国首任审计官休·麦卡洛克给所有的国有银行寄了一封信，他的指示包含了这样的警告：永远不要抱着能预防被骗的心态与不诚实的人打交道。许多自以为能够管理不诚信问题的银行家都从麦卡洛克的建议中领悟了智慧，我也同样如此。人心隔肚皮，真诚和同理心很容易伪造，现在与1863年一样。上述的2点是我长期以来所描绘的买入企业的2个必要条件。有一段时间，我们有大量的候选企业可以评估。如果我错过了一家，我其实错过了很多家，总有另一家等着我。而这样的时间一去不返了。规模是一个原因，而日益激烈的收购竞争是另一个因素。目前，波克夏的净资产是美国公认会计准则下有史以来美国企业中最高的。创纪录的营业收入和强劲的股市使得波克夏的年末净资产达到了5610亿美元。2022年，标普其他499家公司的净资产合计为 8.9 万亿美元，这可是美国企业的名人堂。2023年标普的数据还未公布，不过这个数字不太会大幅超过 9.5 万亿。以这种方式计算，波克夏占到了 6% 的份额。要在5年内将我们庞大的基数翻一番是不可能的，尤其在我们非常不喜欢增发股票的前提下。这种行为会立即增加净资产。在美国，只有少数公司能吸引波克夏的投资兴趣，而他们已经接受了我们和其他人无止境的挑剔。这些公司中，有些我们有能力评估，有些则没有。并且，即使是我们有能力评估的公司，它们的价格必须要有吸引力。在美国之外，
基本上没有能够让波克夏进行有实际意义的资本部署的候选公司。总而言之，我们在未来不可能取得令人瞠目的业绩。尽管如此，管理波克夏总是非常有趣，且绝大部分时间是快乐的。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在我掌管波克夏59年后，无论是我们100%控股的，还是只拥有一部分所有权的，从权重来看，我们比绝大多数美国的大公司都更具经济前景。在运气和勇气的双重作用下，公司从数十次的决策中脱颖而出，成为少数几个大赢家。我们现在有一小群长期担任经理的人，他们从不考虑离开公司，把65周年看作只是又一个生日而已。波克夏受益于不同寻常的恒心和明确的目标。虽然我们强调善待我们的员工、社区和供应商，但谁不希望这样做呢？我们将永远效忠于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股东。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虽然你的钱和我们的钱混在一起，但它不属于我们。有了这样的重点，再加上我们目前的业务组合，波克夏应该比一般的美国公司做得好一点。更重要的是，在运营中，资本永久损失的风险也应该大大降低。不过，任何超出稍微好一点的东西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当伯蒂把全部赌注压在波克夏的时候，这种谦虚的愿望还没有实现，但现在已经实现了。3. 我们不那么秘密的武器。有时，市场、合伙、经济会导致一些基本面良好的大型企业的股票和债券出现明显的定价错误。事实上，市场可以，也将像1914年的4个月和2001年的那几天一样，不可预测地停止崩溃甚至消失。如果你认为现在的美国投资者比过去更稳定，那就回想下2008年9月吧。通信的速度和技术的奇迹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瞬间瘫痪。自烟雾信号以来，我们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这种即时恐慌不会经常发生，但它们会发生。波克夏能够以巨额的资金和确定的业绩立即应对市场波动，这可能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偶尔的巨大机会。虽然股票市场的规模比我们早年要大得多，但如今的活跃参与者既不比我上学时情绪更稳定，也不比我上学时受过更好的教育。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与我年轻时那会儿相比，现在的市场表现得更像是一个赌场。赌场中居住着很多家庭，每天都在诱惑着这些住户。金融生活中有一个事实永远不应忘记，华尔街用这个词来比喻的话，希望客户赚钱，但真正让华尔街居民热血沸腾的是狂热的活动。在这种时候，任何可以推销的愚蠢行为都会被大力推销，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做，但总会有人这样做。偶尔情况下，场面会变得丑陋，政客们会被激怒，最明目张胆的不法分子会溜之大吉，富甲一方，逍遥法外，而你隔壁的朋友则会变得困惑、贫穷，有时还会具有报复心理。他意识到金钱压倒了道德。波克夏的一条投资规则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绝不冒永久性资本损失的风险。得益于美国的顺风和复利的力量，如果你在一生中能够做出几个正确的决定，并避免犯严重的错误，我们所经营的领域过去是，将来也会是回报丰厚的。我相信波克夏能够应对前所未有的金融灾难，我们不会放弃这种能力。当经济动荡发生时，波克夏的目标将是作为国家的资产发挥作用，就像在2008至09年以非常微小的方式发挥作用一样，帮助扑灭金融大火，而不是成为点燃这场大火的众多公司中的一员，不管是无意的还是以其他方式。我们的目标是很现实的。波克夏的优势来自于扣除利息成本、税金和大量折旧及摊销费用后的多元化盈利。EBITDA 是波克夏尽职使用的衡量标准。
我们的运营对现金的需求也很小，即使国家遇到长期的全球经济疲软、恐惧和濒临瘫痪。波克夏目前不支付股息，股票回购是100%自行决定的，每年的债务到期日也并不重要。公司持有的现金和美国国库券头寸也远远超出了传统观点所认为的必要水平。在2008年的恐慌中，波克夏依然能在运营过程中获得现金，没有以任何方式依赖商业票据、银行额度或债务市场。虽然我们没有预测到经济瘫痪何时会到来，但我们时刻做好了准备。极致的财政保守主义是我们对那些加入波克夏的人所做出的承诺。在大多数年份，甚至在大多数10年中，我们的谨慎都可能被认为是不必要的行为，就像是给一座防火的堡垒式建筑购买保险一样。但波克夏不想给伯蒂或任何信任我们的人带来永久性的经济损失，长期的报价缩水是无法避免的。波克夏一直生生不息。4. 让我们感到舒适的非受控业务。去年我提到了波克夏长期持有的2只股票，可口可乐和美国运通。这些都不像我们对苹果的持仓那么大，每只股票只占波克夏公司公认会计准则净值的4%至5%，但它们是有价值的资产，也说明了我们的想法。美国运通于1850年开始运营，可口可乐于1886年在亚特兰大的一家药店诞生。波克夏不太喜欢新公司，多年来2家公司都试图向不相关的领域扩张，但都没有取得什么成功。在过去，但现在肯定不是，两者甚至都管理不善。但2家公司都在其主营业务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并根据情况在各地进行了重塑。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产品四处旅行。可口可乐和美国运通的核心产品都在世界范围内家喻户晓，而现金流和对毋庸置疑的金融信任的需求是我们这个世界永恒的必需品。在2023年，我们没有买卖美国运通或可口可乐的股票，延续了我们自己的李博大梦式的沉睡期。这种沉睡期现在已经持续了20多年。去年，这2家公司再次通过提高盈利和股息来奖励我们的不作为。事实上，在2023年，我们从美国运通获得的收益份额已经大大超过了我们很久以前购买的13亿美元成本。美国运通和可口可乐几乎肯定会在2024年提高股息，美国运通的股息可能提高16%，而且我们肯定会全年保持我们的持股不变。我能创造一个比这2家公司更好的全球业务吗？正如伯蒂会告诉你的那样，不可能。尽管波克夏在2023年没有增持这2家公司的股票，但由于我们在波克夏进行的股票回购，您去年对可口可乐和美国运通的间接所有权有所增加。这种回购有助于增加您对波克夏拥有的每一项资产的参与。对于这个显而易见但经常被忽视的事实，我补充了我通常的警告：所有股票回购都应该取决于价格。以商业价值为折价回购的明智之举，如果以溢价回购，就会变得愚蠢。持有可口可乐和美国运通股票的得失教训：当你找到一个真正出色的企业时，请坚持下去。耐心是有回报的，一项出色的业务可以抵消许多不可避免的平庸决定。今年，我想描述另外2项我们预计无限期维持的投资。与可口可乐和美国运通公司一样，这些承诺相对于我们的资源而言并不大。然而，它们是值得的。我们能够在2023年增加这2个仓位。截至年底，波克夏拥有西方石油 27.8% 的普通股，同时还拥有认股权证。在5年多的时间里，这些认股权证使我们能够选择以固定价格大幅增加我们的所有权。尽管我们非常喜欢我们的所有权和选择权，
但波克夏对收购或管理西方石油没有兴趣。我们尤其看好西方石油在美国持有的大量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在碳捕获方面的领先地位，尽管这种技术的经济可行性还有待验证。这两项活动都非常符合我国的利益。不久前，美国还严重依赖外国石油，碳捕获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支持者。事实上，在1975年，美国每天的石油产量为800万桶石油当量，远不能满足自身需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处于有利的能源地位，但现在却严重依赖外国，可能还是不稳定的供应商。据预测，随着未来用量的增加，石油产量将进一步下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悲观主义似乎是正确的。到2007年，产量下降到了500万桶油当量每日。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在1975年建立了战略石油储备 SPR， 以缓解，尽管并没有完全消除，美国自给自足能力的削弱。然后，哈利路亚！页岩油经济在2011年变得可行，我们的能源依赖结束了。现在，美国的产量超过了1300万桶油当量每日，而石油输出国组织不再占据上风。西方石油自身的美国年产油量每年都接近于 SPR 的整个库存。如果美国国内产量保持在500万桶油当量每日，并且发现自己极度依赖非美国来源，我们的国家今天将会非常紧张。在那个水平上，如果外国石油不可用， SPR 将在几个月内被耗尽。在 Vicky Holland 的领导下，西方石油正在为国家和所有者做正确的事情。没有人知道未来1个月、1年或10年油价会怎么样，但 Vicky 知道如何将石油从岩石中分离出来，这是一种不寻常的才能，对他的股东和他的国家都是有价值的。此外，波克夏还将继续被动地长期持有5家大型日本公司的股份，每家公司的经营方式都高度多元化，与波克夏本身的经营方式有些类似。去年，在格雷格、阿贝尔和我前往东京与这5家公司的管理层交谈后，我们增持了这5家公司的股票。目前，波克夏分别持有这5家公司约 9% 的股份。稍微提一下，日本公司计算流通股的方式与美国不同，波克夏还向每家公司承诺不会购买超过 9.9% 的股份。我们对这5家公司的投资成本共计 1.6 万亿日元，5家公司的年末总市值为 2.9 万亿日元。然而，近年来日元走软，我们的未实现收益为 61%， 以美元计算即80亿美元。格雷格和我都不相信我们能预测主流货币的市场价格，我们也不相信能雇到有这种能力的人。因此，波克夏用 1.3 万亿日元的债券收益为其在日本的大部分头寸融资。这些债券在日本很受欢迎，我相信波克夏的未偿日元债务比任何其他美国公司都要多。日元贬值为波克夏带来了19亿美元的年终收益，根据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这笔收益将定期计入2020至23年期间的收入。在某些重要方面，伊藤忠、丸红、三菱、三井和住友这5家公司都奉行对股东有利的政策，这比美国通常实行的政策要好得多。自从我们购买日本股票以来，这5家公司的每一家都以有吸引力的价格减少了其流通股数量。与此同时，这5家公司的管理层对自身报酬的要求远没有美国公司那么积极。还要注意的是，这5家公司每家都只将大约1/3的收益用于分红。这5家公司留存的巨额资金既用于建立其众多业务，也会用一小部分用于回购股票。与波克夏一样，这5家公司也不愿发行股票。波克夏的另一个好处是，我们的投资有可能会为我们带来全球范围内与5家管理完善、备受尊敬的大公司合作的机会，他们的利益比我们广泛得多。而且，
日本公司的 CEO 们也可以放心，因为他们知道波克夏将一直拥有巨大的流动性资源，可立即用于此类合作，无论规模如何。我们从2019年7月4日开始投资日本。鉴于波克夏目前的规模，通过公开市场购买建立头寸需要极大的耐心和较长的友好价格期。这个过程就像扭转一艘战舰，这是我们在波克夏早期从没有遇到过的一个较大的劣势。5. 2023年的积分卡。我们每个季度都会发布一份新闻稿，以类似于下图的方式来报告我们的运营收益或亏损情况。以下是全年汇总。在2023年5月6日波克夏的年度聚会上，我介绍了当天一早发布的第一季度业绩报告。随后，我简短地总结了全年的展望。1. 2023年，我们大多数非保险业务的盈利都将下降。2. 我们最大的两个非保险业务 BNSF 柏林顿北方圣泰菲铁路运输公司和 BHE 波克夏海瑟威能源公司的良好业绩将会对冲这一下降，这两家公司合计占2022年营业收入 30% 以上。3. 我们的投资收入肯定会大幅增长，因为波克夏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头寸终于开始得到回报，向我们支付远高于以往收到的微薄收益。4. 保险业可能会有不错的表现，这是因为保险业的承保收益与经济中其他领域的收益并不相关。此外，财产意外保险价格已经走强。保险业务符合预期，但是 BNSF 和 BHE 两家公司的情况与我的预期有偏差，下面逐一分析。铁路对美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铁路从成本、燃料使用量和碳排放强度等角度衡量，很明显是将重型货物运往遥远目的地的最有效方式。卡车运输的优势体现在短途方面，而美国人需要的很多货物必须运往数百甚至数千英里之外的客户手中。国家的发展离不开铁路，同时铁路行业的资金需求始终是巨大的。事实上，与大多数美国企业相比，铁路行业对资本消耗量非常大。BNSF 是覆盖北美的6大铁路系统中最大的一家，拥有23759英里长的主轨道、99条隧道、13495座桥梁、7521台机车和其他各种固定资产，资产负债表上的价值高达700亿美元。我判断要让这些数字翻倍需要5000亿美元，而完成这项工作需要几十年时间。BNSF 每年的支出必须超过折旧费用，才能维持现有的业务水平。这种情况对于哪一个行业持有者来讲都是不利的局面，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尤为不利。从我们14年前收购以来， BNSF 超出 GAP 折旧费用的支出总额已经达到惊人的220亿美元，相当于每年超过15亿。这中间的差距意味着，除非我们定期增加铁路公司的债务，否则 BNSF 支付给波克夏的股息将持续大大低于其公布的盈利，这不是我们希望做的。最终，波克夏收购 BNSF 的交易获得了可以接受的回报，尽管比表面看起来要少，而且从重置价值上看也微不足道。对于此，我和波克夏的董事会并不感到意外，这也解释了我们在2010年得以重置价格的很小比例收购 BNSF 的原因。北美的铁路系统单程长途运输大量的煤炭、谷物、汽车以及进出口货物，往往回程的收入成了问题。极端的天气条件经常阻碍轨道、桥梁和设备的使用，洪水也可能带来噩梦。这些都不足为奇。我坐在舒适的办公室中，而铁路是一项户外活动，许多员工在艰难，有时甚至危险的条件下工作。一个不断演变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愿意在某些铁路运营中从事艰苦且孤独的工作。工程师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在美国 3.35 亿人口中，
一些孤独或精神失常的美国人会选择躺在100节车厢的超重型列车前自杀，而这种列车在不到1英里或者更远的地方根本无法停下。你想成为那个无助的工程师吗？这种悲剧每天在北美都会发生一次，而在欧洲更加普遍，并将一直伴随着我们。铁路行业的工资谈判最终可能掌握在总统和国会手中。此外，美国铁路公司每天都被要求运输很多危险货物，而这是该行业宁愿避免的。共同承运人这个词已经界定了铁路的责任。去年，由于营收下降， BNSF 的盈利下降幅度超出了我的预期。虽然燃料成本也有所下降，但华盛顿宣布的工资涨幅却远远超出了通胀目标。这种差异可能会在未来的谈判中再次出现。尽管 BNSF 运输的货物和资本支出比北美其他5大铁路公司中的任何一家都多，但自我们收购以来，它的利润率相对于其他5家都有所下滑。BNSF 覆盖的服务范围是首屈一指的，因此我相信利润率较量中能够且应该有所改善。我尤其为 BNSF 对国家的贡献感到自豪，也为那些在北达科他州和蒙大拿州冬季0度以下户外工作以保持美国商业动脉畅通的人们感到骄傲。铁路运营平时不会受到太多关注，但如果不能正常工作，整个美国都会立即注意到。1个世纪后， BNSF 仍将是美国和波克夏的重要资产，这点可以放心。去年，我们对 BHE 的收益感到失望，这是第2次，且更为严重。公司大部分的大型电力公用事业业务以及广泛的天然气管道业务的表现与预期差不多。但是，一些州的监管环境引发了零利润甚至破产的可能。加州最大的公用事业公司已经破产，夏威夷目前面临破产威胁。在这些管辖区，曾经被视为美国最稳定行业之一的公用事业公司很难预测盈利和资产价值。1个多世纪以来，电力公司通过向各州承诺固定的股本回报率，有时对业绩优异者还会有少量奖金，筹集了巨额资金，为其增长提供资金。通过这种方法，大量的投资被用于未来几年可能需要的产能。这种前瞻性反映了一个现实，即公用事业公司建设发电和输电资产往往需要多年时间。BHE 在西部多州输电项目于2006年启动，距离完成还有几年时间。最终，它将服务于10个州，占美国大陆面积的 30%。私人和公共电力系统都采用了这种模式，即使人口增长或工业需求超出预期，电力供应也不会有问题。对监管机构、投资者和公众来说，安全边际方法似乎是明智的。现在，这种带来固定但令人满意的回报方式在一些州被打破，投资者开始担心这种情况可能会蔓延。气候变化增加了他们的担忧。地下输电可能是必须的，但在几十年前，谁愿意为这种建设支付惊人的费用呢？在波克夏，我们对已经发生的损失金额做出了最佳估计。这些损失由森林火灾造成的，如果对流风暴变得更加频繁，森林火灾的频率和强度都会增加，并且可能还会愈演愈烈。我们还需要很多年才有可能知道 BHE 在森林火灾中的最终损失，才能明智地决定未来在脆弱的西部州进行投资的可取性。其他地方的监管环境是否会发生变化，还有待观察。其他电力公司可能面临类似于太平洋天然气与电力公司以及夏威夷电力公司的生存问题。以没收的方式解决我们目前的问题，显然对 BHE 造成不利影响，但该公司和波克夏本身的结构都能应对不利的意外情况。我们在保险业务中经常遇到这些，我们的基本产品是风险承担，其他业务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波克夏可以承受财务意外状况，但我们不会花冤枉钱。
无论播客下的情况如何，公用事业行业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不利的，某些公用事业公司可能无法